鬼鬼祟祟的，在我房门口干什么？啊，那个，我房间的吹风机坏了，想问你借一下你的。等一下。啊？还愣着干嘛呀？还要我教你怎么用吹风机？不用，那我先回房间了。等一下，吹风机不用还我了，用什么坏什么，也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把你带大的。晚安。你是不是喜欢我呀？晚安。你是不是喜欢我呀？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啊？在我心里就没把你当成个女人。啊？那你这是在干什么？难不成你还想说我在你心里和二狗一样？对啊，你在我心里就是跟二狗没什么区别。你出来干嘛？吓死我了！幸好我反应够快。哼，我在他心里就是二狗吗？二狗会帮他打扫卫生、做饭，还会帮他看稿。我在想什么？竟然还觉得他喜欢我。我脑子一定是被雨淋湿进水了。算了，别理我。哎，小唐，你先把会场布置起来，我会晚点到。也不知道帮忙拎一下。姜老师，江雨成，怎么又是你啊？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定位器了？你阴魂不散。说我阴魂不散，你让人家小姑娘拿这么多东西，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比如肌无力之类的。笑我什么？这是我的东西。对了，记得那个，原来是你的东西啊，我还以为是件处理的东西呢。的确是我的。他的就是我的，他也是我的。啊？我的编辑。你还知道他是你的编辑，不是你的佣人，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么对待我正在追求的人。追求的人，追到了再说吧。走了。姜老师，那我先走了。你们家是没饭吃啊？要跑来我们家蹭饭？如果不是初里邀请我来，我还真不愿意到你家来。那感情好，大门就在那儿，慢走不送。送什么送？姜老师是我请来的客人。
这儿是我家。对，这是你家，我就只是你家的宠物罢了，根本不配请客吃饭。我没说过这种话。你惹到他了？就你这智商，惹到你不知道。贾老师，互动文化节真的谢谢你了，你帮我写开头。不客气，这些都是你做的。是啊，这些都是我做的，你多吃点。好，这你的。我也写开头了，为什么我的就是一碗花生米啊？你看着我干嘛？我没说错呀，凭什么他的就是豪华早餐，我的这个就是乞丐配置？哼，乞丐配置，乞丐吃的要是这么好，他就不叫乞丐了。肖老师，这里太吵了，不如我请你出去吃吧。可以啊。喂，你们想干嘛？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撇下我去吃独食。老师，桌上这些菜现在都是你的了，做人不要太不知足。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挺好的。那个周川没惹你生气？你心情不好啊？没有啊。哎，看来你也不把我当朋友喽。没有，姜老师。好吧，我今天心情的确不太好。周川竟然说，在他心里我和二狗没什么区别，这倒是像他说的话啊。对吧？那是个人听到这句话，心里都会不舒服的。哎，我可真是为难呐。作为你的朋友吧，这个时候我应该开导你。可是作为一个追求你的男人，我如果这时候要说另外一个男人的好，会不会有点不太敬业啊？哎呀，姜老师，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看着像那么不认真的吗？是非常不认真。我觉得吧，如果周川的话让你觉得不高兴的话，我劝你，就直接跟他说，不然像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自己说错话了。他也不算是说错话了吧？我也不能规定我自己在他心里必须是什么位置。看你这意思，如果我要是不知道你喜欢的是胡丽君啊，我都觉得你喜欢的是周川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总算是有点皇权客栈的样子了。人呢？倒也没有，他没做错什么，只是我觉得寄人篱下还是得有自知之明。喂，你在哪儿？我现在立刻来找你。臭猴子，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你不会已经堕落到要找情敌咨询情感问题了吧？谁是你情敌啊？我就是看不惯他对我那态度。哎，我又没招惹他，这身哪门气？哎，你觉得呢？他早上说我把他当宠物，该不会是因为我说了他和二狗没什么两样吧？不是，那就是个拟人的比喻，你应该很明白吧？那可是二狗哎，那就是除了我妈，
你，二狗那就是我的第3顺位最重要的存在。你呀，慢慢猜吧。啊？你到底知不知道？把你车借我。你自己不是有车，要我车干嘛？今天晚上呢，我准备开你的车去接助理下班，你不准跟来，没问题吧？有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知道答案？姜老师，你怎么在这儿？这不是周川老师的车吗？对啊，我要带你去采风，顺便做个实验，关于大结局的。嗯，走吧，上车。总共有多长时间？30分钟。姜老师，这是什么实验啊？啊？大结局有一段逃跑的戏，我想看看男主角带着女朋友开马力大一点的汽车，在不违反任何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结果呢？太慢了，慢了整整10分钟。这样的话，男主角必然被抓住。看来我得换个思路想。真是可惜了，白白浪费你不少脑细胞。但是我可以和你一起兜风啊，还可以在江边看着漫天的晚霞。哇，好美呀！好美呀！姜老师，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啊？我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挺放松的。那你和谁在一起比较紧张？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我还要回去加班呢。你还要回去加班？那我耽误你这么久，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没关系啦，你只要安心的写大结局，不要脱稿就行了。都几点了还不回来？拐走我的人不说，这次连车都不放过。喊什么喊？不都是你闹的呀？回屋睡去。梦在地平线上飞行，夜来深情，所有星星换黎明。我正在原地洛河神树的投稿，等着一场作者你身后的鬼。的旅行。被你唤醒了的宁静，忘了恐惧，也忘了曾在屋顶
现在这些小孩啊，起名字雷死人不偿命。悄悄从远方捎来一封信，说那次这么厚一沓，我就这篇有点意思。有为拥抱光明，太醒目的心事不适合倾听，最好找个角落，暂停光阴，等待天使的你。降临。恋爱是一首变奏曲，偶尔忧郁，偶尔又满怀决心。我先回房了，你快带二狗去睡觉吧。我没把你当成二狗。不再有情，愿是你守着泪滴。见过我大半夜给二狗改被子吗？见过我等他等到半夜3点吗？因为二狗比你乖多了，至少知道不会这么晚回家。我睡觉去。最好找个角落，暂停光阴，等待天使的你。不是吧？你那个朋友就这样被哄好了？不然还要怎么样？初里啊，你那个朋友估计是陷进去了。啊？不会吧？你想啊，他的喜怒哀乐都会因为这个人的一句话而改变，这就是喜欢呀。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妈，告诉你个秘密，我也给奶奶准备了一个礼物。真的？球球真是长大懂事了。今天投稿的情况出来了，老师，你要不要猜猜您的战绩如何？不用猜，没有悬念。总共有105封。105封，很多吗？圆月社果然是老古董社了呀。不许你攻击圆月社。江雨晨多少呀？是不是排在我后面？所以投稿的排名到底是什么呀？江雨晨是不是差我很多？规定了只有作者本人可以知道投稿数，别人是不能知道的。我也算别人，尤其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现在我是别人了。当初是谁嚷着要做我的责编？大家都是自己人的。你可别忘了，我虽然是洛河神书的责编，但我也是姜老师消失的游乐园的责编。所以江雨晨的投稿量到底有多少？如果你把你的新小说签给圆月社的话，我可以考虑以后心里眼里只有你一个人。小姑娘套路挺深啊。那你告诉我，有没有作者的投稿量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啊？老师，既然你这么关心同行，要不要考虑给一些回稿质量差的作者写一下后续？谁啊？你先说你答不答应嘛？
我周川怎么可能给别人当枪手啊？哎，走，别打扰我了。以为不告诉我就套不出来？最近工作怎么样？忙不？我看你们那个读者作者互动还挺有趣的。听说投稿开放日快结束了，你说我要是投稿能选得上不？不会有很多人竞争吧？快给透露透露内部情报，反正我也不是圈内的，往哪儿说去？这是中了哪门子邪门了？怎么都在找我八卦这个？你想给哪个作者投啊？几个作者的后续看着都能写，你觉得我给哪个写好？我有选择困难症。太好了，那就给锁痕的开头写一下序文吧，直接发我就行。其实我见过他另一个更好的开头，如果当初……哎，不说了，能不能尽快写完发我？原来是锁痕啊！负责的编辑不负责，不负责的编辑瞎凑什么空闲？好朋友两肋插刀，帮你了。老师，你帮忙摆一下碗筷。你还没告诉我投稿情况呢，我赌周川的投稿量最高，是不是？瞧这眼神，温柔的都能掐出水来。哎，顾白芷啊，我才看到消息，你要回国了呀？你还没回国就惦记我的新书啊？行了，黄轩客栈的事等你回国再说啊。挂了。哎，朱老师，晚饭做完了呀？是不是因为锁痕的事情气得一晚上没睡啊？不只是这个，还有我那个朋友，昨天他看见那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打电话，还有说有笑的，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很明显啊，你那个朋友是吃醋了。哦，处理啊，那个男生不会是个海王吧？说海王还真是抬举他了，除了我那个朋友啊，根本没有人能受得了他。狐狸君这么快就写好了？还以为这些年狐狸君没写东西，笔触会生疏退步，没想到啊，宝到位了。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文章能让你这么大加赞赏？是周川老师写的吧？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我甚至都觉得这讲故事的精彩程度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锁痕本身给的开头。不是周川，是我的一个朋友。那这文笔也太像了，根本就是一个人嘛。不能说了，发给你助理。约稿不？稿费高哦。干嘛？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周川老师写的？真的不是，我用我胖20斤来发誓，绝对不是他写的。我问过他，他一口就回绝我了。那也太奇怪了吧？有什么好奇怪的？文风像的作者多了去了。不是的，初离，
周川老师从出道的第1本书我就开始关注他了，他的每一本书我都会来来回回看10遍以上那种的。我就发现周川老师他写书是有特点的，你看，在这种大情节段之间，他都会用5个省略号。结尾的时候，他也会用5个省略号，然后再写一个完。你看，这本也是一样的。你看，你再看那个。是不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你偶像剧看多了吧？周川成名后，狐狸精才开始渐渐疯癫。不会吧？怎么办？如果周川老师真的是狐狸精，我每一天都在吐槽他一口一个戏精的。不对呀，如果周川老师真的是狐狸精的话，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弄死我才对，怎么可能让我白吃白喝还免房租？不是这样的，如果周川老师不是狐狸精的话，你们俩哪来的深刻情谊，能让他牺牲几百万的房子给你住？但是我也给他打扫卫生、做饭、遛狗了。可是这种事情谁不能帮他做？哎呀，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才对。如果周川老师和狐狸精都是同一个人，那我岂不是被同一个人的2个号耍得团团转？不行，把个消息炸他一下。我在门口崴了脚，不知道有没有骨折，快给我开门！走个路还能把脚给崴了，真是给他跪了。周川老师，你的脚。我的脚怎么了？我在门口崴了脚，不知道有没有骨折，快给我开门！脚上的鞋太脏了，也不知道洗洗啊。应该没被发现吧？了不起啊！天天这么晚回来，2个晚没人遛。我给你地方住，鱼要给你加班费吗？哪边比较重要？心里没点数啊？缺心眼。对，我就是不知好歹，缺心眼。毕竟当初你劝我别进出版行业，先活着再实现梦想的时候，我不也没听你。对啊，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操，这是狐狸精说过的话。毕竟当初你劝我别进出版行业，先活着再实现梦想的时候，我不也没听你。对啊，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操，这是狐狸精说过的话。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些话呀？你入行前，咱俩应该不认识吧？如果咱俩认识的话呀，我肯定劝你别当编辑。瞧瞧你现在这样，
连几百块钱罚款都交不出来。谁能想到，身家千百万的周川老师，竟然连几百块钱的小钱都要计较？壶里有热水，喝什么凉水啊？喂，大姐，回国了。红泉客栈的事回头再说吧。哎，要饭点江雨城去啊！挂了，拜拜。以后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谁煮饭谁打扫战场。你怎么不说谁煮饭谁吃饭？你吃饭了呀，这没毛病啊。哎，这些洗洁精够不够啊？太多啦，这些都可以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洗一遍。呀呀呀！你会不会洗碗啊？用这个，钢丝是用来刷锅的。用什么不都一样？老师，你有小号吗？又来了，什么小号呀？我大号都忙不过来，还小号？我都还没说是什么小号呢。什么小号都没有，微博、微信、QQ 什么都没有。你问这干嘛呀？没有，就是随便问问嘛。哎，老师，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呀？你每个故事的结尾都会有5个省略号，这是习惯吗？不行啊。行，我只是觉得这个跟我一个网友的习惯很像。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啊，他们都是你网友啊。可是你们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样，尤其是吐槽姜老师的时候。江雨晨他也犯，那回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认识。你到底想说什么啊？老师，你是狐狸君吧？狐狸君？谁呀？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小周川。啊，那个跟我28开那个呀？你有一想秤吗？仅凭文字风格就判定？不只是这个，你俩连吐槽别人的语气都一模一样。狐狸君好奇的事情你也好奇，就好像之前的那个互动文化稿数量。现在语气风格都能作为证据了，你自己听听，站不站得住脚？我是参加互动文化节的作者，我关注一下回稿，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狐狸君，他好奇应该是因为他是我所谓的读者吧。你现在就给狐狸精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我。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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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老师，你真的不是狐狸君？我不是给你机会证明了吗？那算了，不是就不是吧，不纠结了。警报解除。哎呀，这一天天的呀，小心脏都快受不了了。你看着我干嘛呀？我当然不能承认了。一开始我又没坦白，要是让他知道我大小号套他的话，跟我翻脸怎么办？狐狸君可是我最中二时代的化身，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万一要挟我，要我把终身版权都签给他怎么办呀？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姐姐不会这么做的，但她肯定会嘲笑我呀。啊，我都已经能想象出她嘲笑我的嘴脸了。呀，周川老师，没想到你曾经还是这么伤感的少年啊！嘿嘿嘿。哎，
要是他拿这个威胁我，不给我们做饭怎么办呀？我是无所谓啊，你能从香喷喷的美食变成干巴巴的狗粮吗？啊？所以呀，我是为了你，我也不能承认。不纠结了，坚决不能承认我是狐狸精。走了，走。周川老师，你怎么这么幼稚，还跟小学生一样拽女孩子辫子？我在这儿都等你多久了呀？啊，你们不是12点午休吗？现在都1点了。我们中午有约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想吃叉烧炒粉了。你让我等这么久，一会儿你买单啊？脸色这么差，怎么了？还不是因为索恒老师，他的互动文化节回信数量太少，杨总要和他解约。索恒再怎么不济，那也有余姚撑着呀。你瞎操什么心啊？连你也知道他和于主编的事啊？知道一点吧。要是连于主编也不管索恒老师的话，那他真的太可怜了。所以这事儿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和我没关系？老苗这样说，你也这么说，可我是编辑啊。身为一个编辑，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天分的作者这样子衰落，而坐视不管呢？这是一种职业本能。如果今天我努力过，但是失败了，我什么话都不会说的。但如果我因为与我无关而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我肯定不会原谅我自己。只要我做编辑一天，我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作者，这是我当编辑的意义。那如果有一天我江郎才尽了呢？我也不会放弃你的。错，你应该说周川老师，你怎么可能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那请问，才华横溢又帅气、消息灵通的周川老师，你知不知道索恒老师的家在哪儿啊？你当我狗仔啊？走了。你干什么呀？把叉烧都挑出来给我。哎呀，你不是爱吃叉烧吗？我怕你不够吃，都给你。哎呀，为了打探个消息啊，谄媚成这样真是不容易啊！服务员，再加一份叉烧。好的。你这样子说就太没有良心了啊！我是为了打探消息才谄媚的吗？自打认识你以来，我哪天不是在伺候您？你上哪里去找我这么年轻貌美、活泼可爱的编辑？索恒家的地址发给你了。谢谢周川老师，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的编辑啊。吃饭。哎呀，我为什么要陪你来做这个呀？别打岔啊！你刚才说处理怀疑你就是狐狸精，但是你却咬紧牙关坚决否认了。这是从我3年前那个时候刚从网上认识他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网友见面这种老大的事在我身上发生。哼，我看你是不敢认吧？你肯定有什么黑历史在你手上。我能有什么黑历史啊？我这一身洁白无瑕、干净透彻的，我连我每一根头发丝肉是白的，我连我没有一根头发丝肉是白的。你要是再削，我真的把你套麻袋里一顿暴揍啊！哎，这位同志，注意你的言行啊！你也不看看坐在咱们身边的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小朋友，听哥哥的话，以后千万不能打架，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不能打架哦。周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把处理当你什么人？当然是我的人啊。你是问我说，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狐狸精？我其实不是害怕，我只是觉得，我大号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小号相不相认的无关紧要吧。
那你这也没有回答我问题啊。我问你的是，初理对于你来说，究竟是你的编辑、网友，还是你喜欢的女孩？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行，我要追初理，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了。我的意思是，你看他这个人吧，又那么傻，回头被你温柔的假象给骗了，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跑回老家去，你说我怎么办？你这个人啊，从小到大性格都这么别扭，明明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吧，还老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初理喜欢的不是我，也不是你？他最近是不是又认谁了呀？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啊？不可能，他最近没有作案时间。哈哈。初理拒绝我的理由是，他喜欢他的网友胡丽君。胡丽君？初理喜欢胡丽君？对。不可能吧？行，你不承认你是胡丽君更好了，那咱们俩就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以后啊各凭本事吧。我俩，哎，我店里好像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你慢慢转吧。我下问。胡丽君。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他喜欢胡丽君呢？之前不是开玩笑问他要不要网恋，他还让我滚了。有喜欢的人了，还问我喜不喜欢他？27岁老男人的恋爱就不是初恋啦？周川跟胡丽君，他竟然选胡丽君，什么眼光啊这是？最近暗恋一个女孩子，烦恼到睡不着。你居然有喜欢的人了？是啊，胡丽君有女朋友了，你就断了网恋这份念头吧。还没睡呢？睡不着。看来是知道胡丽君恋爱的消息，受打击了。看来烦心事儿很多啊。人生嘛，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凡事都会过去的，过段时间就好了。那我上楼了，老师晚安。喂，姜老师。当然可以啊。好，明天见。一首适合失忆、痛苦、睡不着的时候听的歌，听着听着就能睡着。一定是天上掉了颗星，这人还才看清了心，想靠近就会忘记飞行，这是个激动的淡季。是飞机去哪里？怎
总是不经意。这坏了风景，我相信最有故事的你，肯将心里的话说给我听。哇，索恒老师不愧是专业的，才半天的时间就已经写出了3道选题。喂，于主编，收到索恒的选题没？收到了，正在看。你转一份给夏老师，还有，我已经拜托过周川老师了，跟他说希望签下他的新书，这样索恒才有再度连载的机会。周川老师果然是个有风度的人，没有表示任何的不高兴，而且还说他表示理解。啊，你已经都告诉他啦。周川老师是个聪明人，与其被别有用心的人告知，还不如我们先坦诚相告。哦。周川老师，看你奔波了一天，怪劳累的，特地为你切了盘比以往多2倍的水果。切成这样我不吃。这样是哪样？不就是正常切片吗？哎，抱歉，周川老师，没有告诉你索恒老师的事情，主要是怕你误会。误会什么呀？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不是的，就是没有索恒老师的事情，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要签下你的书。哎，我头皮都要被你搓飞了。这2天我要全神贯注的写红泉客栈的大结局，没事别来敲我门，吃饭也别喊我，把吃的放门口，饿了我自然会开门的。老师，你的黄泉客栈要签给谁呀？签给那个成天叫嚣着每份诚意都应该是全新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编辑。真的吗？谢谢周川老师。这么晚了还出去啊？之前就约好了和姜老师一起去看电影。我在家里辛辛苦苦码字，你跟别的男人出去看电影？哎，你不要搞得我好像脚踏2只船的负心汉一样。你码字是为了你自己。你再说一遍。老师，我错了。你码字辛苦了，那个吃完饭你就把碗放在桌上就好了，等我回来写啊。老师加油，你辛苦了。喂，擂鼓拜神，有没有电影票？没头没脑的，自己不会买吗？我要有固定位置的。江雨辰拐着我家小编辑去看电影去了。2个人居然偷偷背着我约会，我现在才知道。关我什么事儿？别装了。我打听过了，他们看的是穗三朵的电影。穗三朵当年和你们的关系，我可是知道的啊。江雨辰有票，你肯定也有邻座的票。5分钟后小区门口见。挂了，拜拜。给，谢谢。你在编辑部的工作很多吧？我看你一直在看手机。不是。
是周川老师，从我跨出家门开始就一直在问我什么电影，以前也没见他对文艺片这么感兴趣过。怕他是不放心吧？这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咱俩又不是什么陌生人。不好意思，坐下。顾总监，周川老师，你们俩也来看电影？麻烦挪一下位置，我要坐哪？我不挪，你跟谁来，你跟谁坐。谁让我挪嘞？你没听见啊？跟谁来的跟谁坐啊？我不就坐在你旁边吗？难道你是跟我来的？你们也可以不用来呀。你当电影院是你家呀，你让我挪我就挪。反正我就坐这个位置，这儿是电影院的中心，我看着爽。这4个位置都是屏幕中心，你是不是最近眼睛是有斜视还是怎么样？看个电影还要争 C 位，你是来走红毯的吗？我看他这装扮像。你们几个挪来挪去的，商量好了没有？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场了。行，起来起来。处理，我送你回去吧。周川最近写书，我怕他太累了，我怕他疲劳驾驶。喂，我去把车开出来啊！我正好路上有点工作要跟你聊。周川这么晚还要聊工作，你这个编辑做的不错吗？还好还好，没想到碎三朵老师这个电影讲的竟然是男女主网恋的事。他们都网恋3年了，怎么就没想着见一面呢？你和胡立军认识3年，也没见过面吧？我提过啊，可是被他拒。姜老师怎么知道我和胡立军认识3年的？还愣着干嘛？快上车啊！张雨晨，你负责把顾白羽送回去啊！快上车啊！啊，来了。那我先走了。慢点啊！几点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怎么人都傻了？周川老师，我怀疑姜老师就是胡立军。什么？是啊，我早该想到的。胡立军的全名是消失的胡立军，姜老师的成名作就是消失的系列啊。这你都能联想到？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有谁比姜雨晨更了解你？如果要有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出你的文风，那就只能是姜雨晨了。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早该想到的。你再说一遍，轻而易举模仿出周川的文风，埋汰谁呢？谁可以啊？姜雨晨？我还大言不惭地说胡立军就是我的男朋友，我还每天去跟他吐槽圈子里的画手和作者，因为我以为他是圈外人，而且我还在他面前讲了很多你的坏话。别傻了，我才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所
所以你才在否认自己就是狐狸君的时候如此铿锵有力。在我在帮你拼命卖书的时候，你和姜老师竟然把这种惊天大秘密捂得严严实实的，你们俩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我知道个头，怪不得我说了我喜欢狐狸君，但姜老师还是要继续追求我。原来他们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我们两个原来是双向喜欢啊！你脑子，你也怀疑过我是狐狸君啊？你怎么不觉得我俩是双向喜欢呢？咱俩喝完酒之后，不还做了这个那个的事儿吗？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那件事情了吗？而且你也没有像姜老师一样对我表白过啊。是，所以你现在就是兴奋在这儿睡不着觉，然后明天早上打算一早就去跟姜雨晨表白，说我也喜欢你，是不是？你干嘛突然生气？哎，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谁啊？姜雨晨，你背着我跟处理说了什么，让他这么相信你就是狐狸君？啊？我不知道啊，他没问过我。他就跟你出去看了一次电影，回来就确定你就是狐狸君。不是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狸猫换太子这种冒名顶替的游戏？你冷静一点，我还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和处理说呢，你和顾白芷就来了。我不管，我今天必须要个说法。为什么呢？你去取车那会儿，你和狐狸君认识3年，也没见过面吧？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们认识了几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姜雨晨，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让他觉得你就是狐狸君？哎，你哥我追个姑娘还得冒充你，那我这辈子都追不上了吧？哎，他现在觉得你就是狐狸君，是我俩联合起来哄他玩的。不仅被你冒名顶替了，我还成你共犯了。你不是共犯，你是主犯。狐狸君不就是你吗？我才是无辜躺枪的那个。要不然我去主动找他说清楚，主动招供，应该可以加点分的。不是你敢拽你啊！如果处理之后问你是不是狐狸君，打死都不许承认，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慢慢吃，我有事先出去一趟。大早上你去哪儿啊？坐下。老师，洛河神书限定首发日，你不去看一下？不去吧，人挤人的，去那儿干嘛呀？去看看你的书有多好卖啊！不去。吃不吃早餐？不用顾左而言他，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还在想狐狸君是不是姜伟成，对不对？你问过他本人吗？还没有，我就是心里很忐忑，万一他真的是狐狸君怎么办？你当是街上的扭蛋机呢？投币就得男友一枚，又高又帅。姜雨晨都33，他快奔4了。什么概念？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刚出生，张张嘴想要等喝奶的时候，人家已经上小学开始背唐诗了。什么男朋友啊？还说自己不是往那个方向想，那你脸红什么呀？
现在就给我打电话问他本人，问清楚了。不用啦，我已经和姜老师约好去他家见面聊这件事情。去他家？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要不然我送你去。他已经把定位发给我，我能找到的。我先走啊。我。哎。来了，进来吧。谢谢姜老师。哇。前面给您打电话，听您的声音，以为打扰您休息了。啊，是一晚上没睡好。坐吧。老师，我有件事情想问您。你是不是狐狸君？不行，初里这么自投罗网送上门去，这姓姜的万一心一横，真承认自己就是狐狸君了，那我怎么办？又或者他直接告诉初里我就是狐狸君，那我更难办了，初里非得恨死我不行。你也觉得这事儿危险是不是？我也越想越不对。不行，我得去看看他。谢谢。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就是狐狸君？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和您说过我认识狐狸君3年这件事，昨天您直接就脱口而出了。初里，如果我就是狐狸君，你打算怎么做？我之前和您说过，我喜欢狐狸君。如果你真的是的话，我只能和我在一起吗？这个江雨辰到底想干什么？怎么断了呀？您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你刚才这番话，简直就是在诱惑我承认自己就是狐狸君。但是我不想骗你，我不是。那您怎么会知道我和狐狸君的事？因为你去年发过一条微博，提到过你认识一个很好的网友2年。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呢，你就会想了解她多一些。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顶替别人的身份来讨取你的好感。况且你早晚会知道狐狸君是谁的。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初里，知道我不是狐狸君，你是失望多一些，还是庆幸多一些？姜老师，无论您是不是狐狸君，您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江雨辰，江雨辰，你发什么疯啊？什么叫只能跟你在一起啊？你这个流氓小人鼠辈！喝咖啡吧。挂我屌！
你来晚了，人已经走了。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我已经都跟他说了。不行了，小庄，你这个力度连蚊子都拍不死。来，我给你打个样。行，好啊，继续。来，你也别收着啊，小静啊！我不收着，来。就你这多兵剪刀腿。呀，你我。歇一会儿。不行了，我接个电话。喂，先生您好，我们这是健身会馆，先生您看我们这有优惠，你需不需要？我不需要。谁啊？推销电话。怎么着？还继续吗？我先喝口水。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你一碰到处理的事儿就这么激动？没想过。我跟他说我不是狐狸君。你是喜欢处理吧？不知道。你小子就是嘴硬，我看你啊就是欠打。啊，那行，咱们再来。我也想喝口水啊。我退出。从今以后，处理只是我的编辑。怎么就突然想通了呀？谁让你是我弟呢？我劝你，还是早点跟处理说你是狐狸君这事儿，省得到时候让他发现了，都不好收场。擦擦吧，你嘴的血。来，你也擦来。回来了。哎，你这是受伤了？和谁打架了？不小心摔了一跤。看样子是脸着地呢。痛吧？叫你不学好出去打架。感情你这是在处罚我呀？我是在替你妈妈教育你。这可不是哑巴妈妈。你故意的吧？知道江雨辰不是狐狸君，拿我撒气儿是吧？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我猜的。怎么，知道他不是，很遗憾啊？一下子连着认错2个人，能不遗憾吗？其实，哎呀，算了算了，不纠结了。说不定就跟你说的一样，人家只是个还在读书的小屁孩罢了。哎，对了，老师，过年前准备什么时候回老家？大年30吧。那太好了，来得及。书展后，要不咱们就把合同签了吧？这么迫不及待？我是迫不及待回家过年。你那么喜欢过年？当然啦，年夜饭多好吃啊！想到年夜饭的那些大肘子呀、鸡汤啊、大鱼大肉啊，饱饱饭让我口水都要流下来啦。
哎呀，我们社还是很重视漯河神书的嘛，把全国首发日放到了今天，看着标版的标语，多霸气！漯河神书首映100万火热预售中，2019年度第一影响力作品横空出世。发行部的标语就是简单粗暴。挪过来，放这儿。莫雷尔，辛顿居然请来了莫雷尔，限时半小时签售《别之精确》。听说莫雷尔除了《别之精确》外，今年和明年还有2部电影同名系列小说将在全球出16个不同语言版本，其中辛顿已经埋下1部了。周川如果知道自己的展板和莫雷尔的放在一起，一定能高兴的一天码3万个字。周川老师的确很尊重莫雷尔。他简直就是迷恋。这个世界上有2部电影的台词他能倒背如流，一部是《狮子王》，还有一部就是莫雷尔老师的电影处女作。每次出国还要去淘一盘莫雷尔的光碟，他家电视机柜下面的抽屉都快放不下了。他怎么对周川老师家这么熟悉啊？他就是那种不管心里多喜欢、多欣赏对方，都一定不会主动说出口的人。矫情、别扭，这种矫情应该是从小养成的吧？毕竟他是连吃苹果都要削成小兔子的形状才肯吃的人。你在说谁矫情呢？有才华的人脾气都会古怪了些，还挺有趣的。真希望我们能有机会成为队友，而不仅仅是对手。怎么周川老师的事情他都知道啊？他说的也不一定都是事实啊。也是。不过他刚才是想挖你去辛顿吗？啊？我才不会去看抽屉里有没有光盘呢。不就是知道有一抽屉光盘嘛？我还知道西京老师每天喜欢抱着卡通玩偶睡觉呢。我才不会去试探他吃苹果是不是真的要切成兔子样。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最近真的很不正常。周川老师。那个，你新书首发当日，辛顿请了莫雷尔老师来做《别之精确》的签售，限时半小时。是吗？这么淡定？你的前任编辑没告诉你这件事情吗？啊？梁主任还说了，他建议，我们可以请一些水军，到时候挥舞着双臂，热情洋溢买你的书，给你撑撑场面。不过需要你自己承担一些费用。啊？后面藏什么呢？没什么。拿出来。这贡品可以啊，挺甜的。你真的喜欢吃兔子形状的苹果啊？什么？真的假的？不就吃那个苹果吗？你这是什么表情？搞得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一样。那之前我给你切的苹果就不是苹果了。还有，我说的这个苹果是切给你吃的吗？
不是给我吃的，那给谁吃的呀？二狗啊，他只吃荤的，不吃素的。我是切给我自己吃的。是吗？你这么精致啊？这是我自己吃的，一个都不给你留。好了好了，我不跟你抢，我不跟你抢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小兔子苹果啊？我不知道啊，这个苹果就是我切给我自己吃的。是今天顾总监告诉我的，他还说了你有一抽屉光盘。你这又是什么表情？吃醋了啊？怎么可能？谁吃醋了？她只是你的前任编辑，又不是前任女友，就算是前任女友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你的现任编辑，为什么你告诉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告诉他，是江雨晨那个大嘴怪说的。姜老师说的。那周川老师，你喜欢吃就多吃点。说吧，想知道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你喜欢什么颜色？黑色。你喜欢什么数字13。